Hello， 大家好，我是穆迪。今天是10月2号，最激动人心的开箱环节。我今天脸上所有的彩妆都是用新品上妆的，有一些我还不确定我喜不喜欢，还有我在店里试的一些彩妆还蛮踩雷的，也有一些护肤品。先说我在店里试了几个 bronzer 古铜修容粉，我以为我总会买一个回来吧，我当时试了4个，那4个我都不是很喜欢。我们先说 House Lab， 这个我听很多欧美博主推荐，最浅色号超级深，我以为我拿错色号了，然后反面一看，它确实是最浅色号，不适合亚洲人。Gucci 的修容粉最浅色号特别的粉色，真的是晒伤过的痕迹，粉红的那个修容，但它本身是 bronzer 嘛，古铜粉嘛，所以如果你是小麦肤色喜欢晒伤妆的，可以试试。Givenchy 这个4宫格的 bronzer 古铜粉，这我其实觉得还 OK， 最后没有让我冲动购买的是它最深的那个灰色，有点太深了。我试了一下，如果把4个色完全刷在脸上的话，它的色号会有点不自然，但如果我只刷另3个色呢，那一个色就感觉有点浪费掉了，毕竟一盒也不是很大。它蛮适合彩妆师放在你的 kit 里面，你给客人化妆的时候，有些人比如喜欢灰调的，你就多刷一点灰色的，喜欢黄调的多刷一点黄调的。唯一一个颜色让我觉得可以买的是 Makeup by Mario 新出的古铜粉，他们家那个古铜膏很好用，非常顺滑，涂在脸上又细腻又有光泽，自然修容立体小脸的感觉。古铜粉它的颜色是没有问题的，蛮适合亚洲人的，比较浅，颜色不偏灰不偏棕。但有一个问题是，我当时摸上去我觉得粉质非常的卡，很不细腻，就我涂在脸上感觉有点晕不开，还不如开价的 Milani。 而且我最不喜欢它的包装，它包装看起来真的很廉价，并不像专柜的质感。我有看评论，有人说它是改版之后的粉质，这个粉质没有之前含有 talc 那个更加的丝滑了。 Gucci 的彩妆我还蛮长草的，但我去店里试了所有的都不喜欢。我最种草是个腮红啊，因为是万万推荐的，这颜色在我脸上超级的皴，01号就很粉，有点像我刚从老家过完年回家之后冻的那个脸的红晕。然后我摸了其他的3号4号，它们的颜色在我脸上就真的不好看，它的粉质是浮在脸上融不到皮肤的那种，你就买这个就好了。腮红膏我还是更喜欢，除了之前推荐的 Tarte 28很好看也很好画，自然透出来的美丽，然后这个也很好，是 LYS， 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修容类嘛，我就又买了一个腮红，这腮红是热卖色号，是我最喜欢的那种蜜桃色，属于谁刷谁好看，它不挑肤色的，色号叫 Kindness。 这腮红我太爱了，给你断光亚光的质地的，它不是会很有细闪的，非常丝滑，推开就像奶油一样，给你打造自然的红润好气色，并且它里面是添加了高岭土的成分的，能帮助你抑制出油，所以如果痘痘肌油痘皮的话，这个腮红还蛮推荐的。护肤我没有买太多，因为我家里太多护肤了，我就买了这个比较种草的 Eden Cashmere Peel， 它是一个 AHA BH 的水，据说是非常的温和的爽肤水，它就像牛奶水一样质地，它不是那种透明的，添加了很多的泛醇的成分，可以帮助皮肤屏障锁住的水分，即使你用酸，你脸也不会觉得干燥。我试了一下，没有任何刺激的情况，确实是很温和，但它的浓度添加的还蛮高的，比我之前说 BOJ 那个高很多。它一共有 9% 的混合物啊，有乳酸、壬二酸、纯明酸的混合配方，所以它不仅是帮你去角质，还有提亮美白的效果。壬二酸是我最喜欢的，又可以祛痘，又可以去红，又可以抗炎抗敏的成分。然后是大名鼎鼎的 Tarte 28喷雾 SOS 紧急急救喷雾，它喷在脸上真的有一种你喷消毒水在脸上的感觉，它的味道有一种像漂白水的感觉但它不是漂白水，它用的是次氯酸，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帮助你祛痘，特别适合容易敏感爆痘的、泛红、容易发炎的皮肤。那次氯酸它是皮肤本身免疫系统里抵御细菌和炎症的时候它自然产生的这个成分，
所以敏感肌也不用怕，它是很温和的。它不是真的祛痘，它是帮你抑制痘痘。比如说你健身完之后，你脸可能会有点出汗啊，容易长痘啊，你就喷一下它。或者皮肤有点发炎、有点敏感，这个成分可以帮你抗炎抗敏。好，我们再说 Tarte 28，这个也是欧美系超火的一个睫毛膏，不好用，非常不好用。它是 tubing mascara， 首先它没有什么 volume， 它们不会给你让睫毛很浓密。那你说好吧，我把它当一个打底用的那种纤长的睫毛吧，它又没法让你的睫毛很卷翘，那我涂它干什么呢？我用它之后就需要用那种烫睫毛器啊，真的把它烫得很翘，要不然马上就会塌下来。但成分是蛮好，它有一些蓖麻油的复合物，可以让你睫毛更滋养，不容易断掉，但它没有效果啊。欧美博主推荐睫毛膏啊，真的不能轻易买，因为他们睫毛的质感都太好了，本身就很卷翘。Tarte 28还买了2个有色润唇膏，他们我太推荐了。我买这2个全部都是最显色的，因为我听其他人说那个透明色的也不滋润，显色度也不高，那我还不如买2个有点颜色的，吃完饭过后擦一下就替代口红了。它们很好用，我感觉滋润度还是可以的。它里面添加了乳木果油、荷荷巴油，还有赖氨酸，可以减少干燥，保持唇部的水润，软化死皮。这2个颜色我一个买的是最火的 Ube Vanilla， 它是清透梅紫色，这是目前最喜欢的颜色。我没有想到，我以为我会很喜欢这个 Blood Orange， 另一个颜色是 Blood Orange， 就那种血橙色，但它涂在嘴上有点像水红色，就没有那么橙，反而偏红。它不像 Summer Fridays 那个 Poppy 那么的橙，但也是好看的，提气色一绝。所以这2个颜色都没有踩雷，很爱很爱。那我最推荐，如果秋冬的话，还是买 Ube Vanilla。其他的那些透明色号啊，或者什么土色啊、米色呀、棕色都不用买了，就买它一支就搞定了。哦，忘说了一支眉笔，这不是这次买的，但我之前没有说过，我最近用还蛮好用的，是 Bobbi Brown 的叫 Longwear Brow Pencil， 它是这种砍刀眉笔的形式。我觉得是我买这个色号很好哎，我一般都买 medium brown 的，但这次我买的是 warm blonde， 没想到意外适合我的发色，非常的自然，它是有点偏灰棕的哦，它不是很 blonde， 然后它属于那种不是特别的软的膏体，所以你很好控制那个用量，你不会说把眉毛画得很突兀，这点很好。因为有的很软的，你轻轻一画，那上色很快嘛，你眉毛就看起来跟蜡笔小新似的，但这个就不会。还有一个眉刷，你可以刷一下，如果带出门的话，带这一支就够了。然后是 YSL 的这个眼影，我在店里试，我觉得很好看，但今天在家上眼觉得还好，就没有我预想的那么的美。你们帮我看看这颜色适不适合我，我还留不留这个色号啊？因为我很喜欢他们家的100号嘛，那个是被我都用烂了那眼影盘，我说换一个新的吧。那这个色号是730，它是中性色调，但是偏粉色系的。还有一个颜色是440号，那个颜色就更偏梅紫色系。那我不太喜欢紫色的眼影，会显得好像眼睛肿了一样，所以我就选的它730。它这个粉色啊，我不太喜欢的是它左上角这颗闪片是非常的 chunky， 没有任何的丝滑绵密感 ，elf 的眼影，不知道为什么会放在这一盘里，因为它其他盘的那个闪片都很好看嘛，这个闪片真的太拉垮了。但我还比较喜欢它这个打底色的，就右上角这颗米粉色还蛮好看的。但我感觉我的 collection 里面好像有这类的颜色。给你们看的，我上次在日本买的这个 CanMake， 说实话，我怎么觉得上眼跟它差不多呢？啊，这一颗也是这种粉色的，粉色跟藕荷色的，上眼几乎没差。最亮点应该是它这个粉色带闪吧，但你要说很惊艳吗？好像又不值得这个价格。你们帮我看看吧，觉得这盘要不要留？我是觉得有点普普啊。好，说点不普的，必买的最后2个口红，一个唇线笔，一个口红。那个口红我还要多收色号啊。先说唇线笔，
Make Up Forever。如果人生只能有一支唇线笔的话，就是它了。全世界最持久的唇线笔，加上最顺滑的。我去店里摸的时候，我有试那个木质的那一款，也是 Make Up Forever， 那一款就涂上有点像铅笔涂在手上那个感觉，就很不顺，有点扯皮肤。但这个它是 waterproof 这一款，超级的丝滑，涂在嘴唇上就像化开了一样，但是它持久度超高。我后来有用这种带有卸妆水的湿巾去擦，我那个唇线都很难擦掉，所以晚上卸妆的时候要稍微注意一下啊，这是可能唯一的问题了。但你出去玩一整天它都不会掉的，出去蹦迪、吃饭、吃烤肉、吃火锅都不用怕的。好，忘说色号了，这一支色号也是最火色号606 Wherever Walnut， 它是沉稳胡桃色，但它蛮豆沙色系的，有点偏豆沙藕荷色的感觉，就非常日常。这颜色有人会擦起来不好看吗？唇线笔我最近真的爱了，你就用唇线笔再加一个，比如刚才说这种 lip balm，你的嘴唇超级的嘟，超级的饱满，扩唇效果100分，薄唇新人福音。然后我没有想到我这么喜欢 YSL 的唇膏。小红书看别人种草的色号它是 YSL 银管的，不是那一个新出的系列，它叫 Candy Glaze 这个系列。这个系列就更像润唇膏，它的膏体非常的软糯，有点像固体唇蜜的感觉，像那个我很喜欢的 Tarte 就那种质地的，非常软，会化开的那种。这个色号04号桃桃乌龙奶茶色。但如果你用一个像我今天用的 Make Up Forever 这个粉色的唇线笔嘛，它上嘴就还蛮深的，蛮有气质的一个橘棕色了。所以你看唇线笔还有一个好处，你可以跟你的不同的口红去叠加，打造不同的色调。它跟原版那个金管真的不一样，金管用起来就很假润，嘴唇当时很润，但过一会儿就会起皮拔干，那颜色也会掉得很快。但这个不是它是真的润到你的皮肤里，膏体覆盖在上面很厚实的样子，蛮有存在感的，很适合现在秋冬的天气，极度干燥的时候擦上也不会觉得干或者后续拔干。我后来又试了几个颜色，像05号有点像女团玫瑰色，那也蛮好看的，我之后多入几个色号再做试色吧。但这个银管真的很推荐。好，希望这个简短的 mini haul 对你们选择彩妆还有一些护肤有帮助。喜欢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哦，关注我频道哦，谢谢大家支持，我们下期见，拜。